好，今天特别来关心到川普他自己的内忧外患哦，他现在急了，怕这个中国大陆的稀土持续的卡脖子。另外呢，大陆到目前为止只买了大约3%的美国大豆，真的是吓坏了美国民众跟川普哦。另外，川普内部还要面临到的是物价失控、党内倒戈，甚至是副总统范斯都要跟他抢位子。川普会不会提前跛脚呢？今天都会一起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稀土大豆都卡关，难道原本谈好的中美协议会翻船吗？接下来这个美国是不是全面的焦虑？要怎么样解决眼前的问题呢？另外，现在美国内部的通膨问题非常的高，咖啡还有牛肉的价格不断的狂涨价。川普在这时候急撤了200项的食品关税，希望能够救这个民怨哦。但是眼前我们也看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感恩节跟黑五的商品折扣，因为关税的这个增幅实在太高了，导致的通膨，所以呢，商品折扣开始大缩水了。刚刚提到的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许多倒戈的声音，澳洲也倒戈，副总统范斯也逼宫说，2028年他要接班，川普会不会提前跛脚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美国眼前的3个卡关的重要议题，今天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就是稀土，第2个是大豆，第3个是通膨问题。先来看稀土的问题。虽然说它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稀土的依赖持续的升级，但是嘴巴上可不是这么说的。美国财长贝森特要求在感恩节前说，大陆啊，你赶快敲定稀土协议哦。如果你有什么变卦的话，我们美国是有很多报复工具可以来对付你的。再来看到大豆，中方原本承诺的是明年1月之前要采购的1200万吨的大豆，但现在实际采购啊，幅度不到3%。最后来看到是通膨全面的炸裂哦，包括了感恩节、黑五购物节，美国人吃不起买不起。先来看这个感恩节平均支出487美元，因为通膨的关系，成本较去年大增了至少13%，而因为呢这个关税提升的成本，所以呢折扣也都全面的减少了，折扣的商品数量也都减少了。那么咖啡1年狂涨40%，牛肉11%，香蕉更是高达了8.6%。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谈判，难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吗？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在上一次他们的釜山会议之后，大陆这边其实长久以来跟川普跟美国政府交手啊，其实很清楚，一定要对等。第一个，这个对等就是你先对我制裁，你先对我打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然后呢，甚至所谓的叫做长臂管辖，然后50%的穿透性关税，安氏半导体案。那我回应，我反制。现在我们说先暂时休兵休战，因此呢，各自先放缓一些作为。那我先看你有没有先放缓呢？一定是你要先改变，我才会回应。所以对等，然后回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美国自己贝森特他自己掌握不住，同时我根本觉得他也基本上在不断的放话，在所谓的引中国大陆到退缩之后呢，然后呢他自己维持不变。那商务部这个不是贝森特管的领域啊，商务部的这一些制裁措施有没有改变？荷兰政府有没有在安氏半导体上面退缩？荷兰有没有改变他在这个人事上的这些作为？都看到没有你变化呀。所以第一个要对等，你对等之后我回应。然后如果你不对等，那我就继续维持这个反制，显现出其实中美双方在这个贸易谈判上高度的彼此的不信任，尤其是北京这边一定要抱怀一个对美国是不信任，而且一定要质疑，因为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不断的要打压中国，在制造、在出口、在科技层面。那不管中国现在是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取得这个成就，但是美国的最后的目标是没有变。那他可能暂时的收缩，但我要看到你确实的作为。所以我们现在检视所有他在釜山会议所答应的这些项目，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那我为什么要多买你？我基本上采购1200万吨，这已经很不得了哎。那已经算是多。当然你说如果只有3%，那可是事实上，如果以每个月的这个采购而言的话，差不多就是1200吨到1500吨。因为中国大陆跟美国购买1年大概是1亿
3000万吨。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已经大陆有所作为。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自己本身不管是在关税上，还是在经济以及科技的制裁上，要拿出具体的作为。我觉得大陆这边才回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陆也要财政部我看到他们的商务部也有公开的这么讲，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相互的。你要有具体的作为之后，我们也会配合实践釜山会议的共识。好，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陆已经展示了对美国的高度不信任度呢，另外一方面，川普要忧心的还有就是自己国内的通膨问题。眼前的这个感恩节再加上黑五，看起来这个表现都非常的不好哦。那川普决定撤下200项针对于食品的关税来救美国的通膨问题，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那个有关于感恩节的部分，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正好讨论到有关于 Walmart。他提出的这个感恩节菜篮的内容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商人的嘴啊，骗人的鬼啊，他拿出那照片，感觉好像今年比较丰盛，其实没有，他少了14项以上的商品啊，对，那内容变少了，然后但是呢，它的价格其实相对来讲是涨的。那我们如果最近看最近的一份那个民调也就是《华盛顿邮报》他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看，如果对于美国成年人的看法啊，他会认为杂货涨的占71%，对不起，这生活每天所需碰到的就是这样。然后公共服务，例如说水电瓦斯这样涨了59%，那对于医疗的话涨了43%。所以我们看这个，我们刚刚只看成人哦，如果看这一个，无论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甚至独立党派的，其实通通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向啊。那现在为什么一直涨呢？其实这是一种预期心理啊，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那个密西根大学他做的一个统计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川普他要当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大家的预期心理已经开始了。那真正达到最高的时候呢，是在这个对等关税起征的1个月之后，也就是5月，因为大家发现川普好像不是说啊，这次是玩真的。虽然后来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各种折冲之下，做了非常多的改变，那但是呢，其实这个大家的预期心理还在啊。现在最新的预期心理啊，也就是未来1年的话，是它的那个通膨是4.7%啊。那如果以这个通膨来讲的话，其实真正影响最大的是每天大家的日常所需。我们看美国的电影，或者是直接到美国去观光，你就会看到美国到处都在卖咖啡啊。那问题是咖啡最大的产地在哪里？咖啡最大的产地是在巴西啊。美国现在对巴西苛征50%的关税，那对不起，那个羊毛长在羊身上，你就是这样拔。那也就是我们这样讲的。这个都是对等关税后续的问题，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主持人讲说，这个咖啡1年涨了40%，我们就再一次确认了，这个对等关税其实最后都是由美国自己的消费者来承担。那而且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为什么川普他要那个多达237项的一个进口农产品都开始免税？为什么？因为他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再这样下去，刚刚已经讲到说，有关于明年的可能会发生的，无论是范斯啊，对他的一个逼宫啊等等，那他现在要最好把他自己的位置坐稳。坐稳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平抑物价。那可是这个平抑物价，我们刚刚有讲到有关于这个预期心理的部分，他怎么样免除预期心理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他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大陆，也就是你赶快，那个最好那个100艘船、200艘船的来买大豆，大家看到了哦，中国大陆开始采买，那预期心理就降低了。然后我今天早上看 Bloomberg 他的一个直播，他直接把这个现在美国物价的波动，直接归纳是中美的这一个有关于对等关税的争端，所以为什么川普急于解决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问题，其实问题就在这里。
对，确实哦，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川普现在不支持率其实已经在美国内部高达了60%。接下来其实就是要面对的就是期中选举。那现在担心的事情就是不只是自己川普内部共和党倒戈，甚至刚刚提到的嘛，这个范斯的逼宫，还有盟友也是不是要跟这个川普来做切割呢？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哦。现在呢，美国选民对他的经济期待已经崩盘了。原本是说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80%选民是因为川普啊，我对你这个上任之后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期待，所以我支持你。但是没有想到你却把经济搞成这个样子，让民主党趁势的崛起哦。尤其看到了这个纽约市长等等的3场选举都是民主党胜哦，让这个美国人民哦，可以说呢，直接就反映了民意哦。那美国人民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真的物价太高了。刚刚讲嘛，共和党自己内部都翻船了。这位是共和党籍的众议员葛林，他痛批川普说呢，支持阿根廷哦，像让这个美国人挨打了一拳一样。因为民众现在为了生活成本感到非常的愤怒啊。范斯都说了，期中选举后呢，我就会来跟川普好好谈谈了，是否来谈2028的接班问题。川普会不会提前跛脚啊？委员怎么看？不太容易提前跛脚，除非他在众议院、参议院同时都成为少数党。但你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只有一个院，不会2个院都如此。所以他还是可以跟民主党啊产生某种恐怖的平衡跟恐怖的斗争。那至于在党内呢，有人会发出一点声音啊。比如说，这个副总统范斯，他现在讲说你不行，我来接班，这个简直触犯了川普的大忌。范斯在美国政坛上是没什么实力的，所以我觉得他那条小命自己至少看好一点哦，比较实际啊川普毕竟是大帝，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看明年川普会不会赢的几率很小啦，只是输多少而已啦。那主要原因真的是生活费，最高不是通货膨胀。美国现在通货膨胀上个月是2.9%，这个月是3%，这在全世界标准上面不是什么多高的通货膨胀率啊。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啊已经涨翻了，它通货膨胀率不提高？因为涨的是老百姓有感的物品，比如说牛肉啦、咖啡啦、生菜啦，每天要用的，怎么涨那么多啊？心里觉得很痛苦。可另外一方面，有些不涨，比如说2手车啦、1手车啦，现在妈妈咪也在跌，还有不用讲了，黄豆也是跌得一塌糊涂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呢，经济萧条，包括电器用品呢，都跌得很凶。可是有些日常生活要用的，那就很惨了。事实上是石油价格也没有在涨啊，所以加权平均你会发现说美国没有通货膨胀，但生活物品涨得太凶，老百姓投票管你是什么通货膨胀我是不爽我就投反对票了所以目前来讲共和党里面是人人自危，尤其这其中选举要全面改选的众议员以及1/3改选的参议员，那这个就是有一番困难。澳洲也最好玩的，因为这个川普因为受不了了。把这个牛肉免关税，因为美国自己的牛肉都是比较高档用在做牛排用的，进口在做汉堡用的，巴西啦、澳洲啦都是如此。那现在对进口牛肉这个豁免这个关税好处说，平民百姓吃汉堡价钱生活费可以掉下来了。可是澳洲就打蛇随棍上。你不要光豁免牛肉嘛，你把我们对澳洲所有的关税全部取消嘛所以这个简直是给川普难看，而且这个声音会越来越大。你不要光取消那几项嘛，你就通通取消嘛这个牛肉啦、咖啡啦、生菜啦什么都全部取消，因为川普在搞这个关税战，我不是跟你讲过吗？王安石变法一事无成现在已经慢慢应验了。为什么？他那一套理论根本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嘛，整天这么自以为是那也不听听经济专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那自己当秘医药拿了随便吃就吃出问题来了那我们只能看到他什么时候跛脚，但目前来讲，除非2院都输，要不然他还是会继续猖狂下去。范斯，你小心你的小头。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